原来如此。陈平恍然大悟，落仙谷中确实有通往五重天的通道，但开启通道的方法竟然是激活这里的核心禁制。难怪那些势力敢冒险进入落仙谷，他们的目标根本不是我们，而是通往五重天的通道。胡麻子也明白了过来，脸色变得极为难看。这么说来，我们从一开始就被当成了诱饵。陈平点了点头，很有可能。幽月魔女和赤练仙子肯定早就知道开启通道的方法，他们故意发布追杀令，就是为了吸引各大势力进入落仙谷，利用我们的血来激活核心禁制。就在这时，祭坛周围的符文突然亮起，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在祭坛上方缓缓打开，散发出五重天独有的气息。通道开启了！胡麻子激动地说道。陈平却皱起了眉头，他感觉到有几道强大的气息正在快速靠近，显然幽月魔女和赤练仙子也赶到了。我们走！陈平当机立断，拉着胡麻子跳进了空间裂缝。他知道现在只有前往五重天，才能摆脱这些追杀者，也才能查明胡氏一族灭亡的真相。在他们进入空间裂缝的瞬间，幽月魔女和赤练仙子赶到了，看到通道已经开启，两人脸上都露出了狂喜的表情，毫不犹豫地跳了进去。空间裂缝缓缓关闭，落仙谷再次恢复了平静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只有那些散落的骸骨和残破的遗迹，诉说着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。五重天，一处名为黑风岭的山脉上空，空间一阵扭曲，陈平和胡麻子的身影狼狈地跌了出来。咳，两人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忍不住咳嗽起来。五重天的天地灵气比四重天浓郁了数倍，让他们一时之间有些难以适应。这里就是五重天？胡麻子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环境。黑风岭的山脉比四重天的更加雄伟，天空呈现出淡淡的紫色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灵气。陈平点了点头，感受着体内的灵力在五重天灵气的滋养下快速恢复。没错，这里就是五重天，不过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，谁知道幽月魔女他们会不会追上来。两人刚站起身，突然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气息锁定了他们。陈平脸色一变，拉着胡麻子就要逃跑，却被一道金光拦住了去路。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修士出现在他们面前，此人身高足有2米，虎背熊腰，脸上带着一道刀疤，散发着地仙境五品的恐怖气息。你们是从四重天来的？中年修士冷冷地问道，眼中闪烁着不善的光芒。陈平心中一沉，没想到刚到五重天就遇到了强者。他握紧了手中的斩龙剑，警惕地看着对方，阁下是谁？为何拦我去路？中年修士嗤笑一声，在这黑风岭，还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。我乃黑风岭之主，黑熊道人。看你们两个面生得很，想必是刚从四重天上来的小崽子吧？正好，我最近缺2个侍仆，就选你们了。还有你一个散仙境的修士，能够到五重天，也肯定有过人之处。给我做仆人，没有人敢欺负你们。黑熊道人一副牛逼哄哄的样子说道。胡麻子怒喝道，你做梦，我们可不是任人摆布的软柿子，给你做仆人？陈平冷哼一声，你给我做仆人？我都嫌弃你实力不够，区地仙境五品，算个屁。陈平倒不是吹牛逼，在那登天梯内，陈平救的南霸天、李淳风、沈之燕、穆沙等人，哪个不比这黑熊道人实力强？这些人可都是答应陈平，给陈平做几百年仆人的。哦，还挺能吹牛逼。黑熊道人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他身形一闪，庞大的拳头带着撕裂空气的呼啸声朝着陈平砸来。地仙境五品的气势如同泰山压顶般笼罩下来，让陈平感觉到呼吸困难。陈平不敢大意，将斩龙剑横在胸前，全力抵挡。当，拳剑相交，
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。陈平只觉得一股巨力传来，手臂发麻，整个人被震得连连后退，嘴角溢出鲜血。散仙境7品，能接我一拳而不死，你小子还算有点能耐。黑熊道人有些惊讶，但随即又露出不屑的表情。不过在我面前，你还是太弱了。他再次欺身而上，拳头如同狂风暴雨般朝着陈平砸来。陈平只能勉强抵挡，很快就落入了下风，身上不断出现新的伤口。胡麻子想上前帮忙，却被黑熊道人的气势锁定，根本无法靠近。他急得团团转，却毫无办法。就在陈平即将支撑不住的时候，一个洪亮的声音突然响起：“黑熊崽子，欺负我南霸天的恩人，你问过我了吗？”话音未落，一道魁梧的身影如同流星般从天而降，挡在了陈平面前。来人身高近3米，肌肉虬结，脸上带着桀骜不驯的笑容，正是南霸天。南霸天，黑熊道人看到来人，脸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南霸天嗤笑一声，这五重天这么大，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难道还要向你汇报？他转头看向陈平，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。陈先生，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陈平看着眼前的南霸天，心中充满了震惊和感激。南霸天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而且你的实力，他能感觉到南霸天现在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地仙境7品巅峰，比之前在天人界登天梯时强大了太多。毕竟南霸天在登天梯的时候，实力是被压制的，也没有资源修炼。南霸天大笑道：“说来话长，我离开天人界后就来到了五重天，一直在修炼，没想到这么快就遇到陈先生了。陈先生实力增长也很快啊，还是一如既往的越级而战，那么牛逼，散仙境就来到五重天了。惭愧，惭愧。”刚刚差点都被打死了，陈平惭愧地说道。南霸天转头看向黑熊道人，脸色瞬间变得冰冷。黑熊崽子，你刚才想对陈先生做什么了？黑熊道人看着南霸天，又看了看陈平，人都傻了。南霸天可是地仙境7品，见到陈平竟然称呼陈先生，而且两人好像是老相识。现在黑熊道人想起刚刚陈平的话，不感觉是吹牛逼了。南霸天，你别乱来，我可是黑风岭之主，背后有。黑熊道人不断后退，眼中满是惊恐。背后有你妈都不好使。南霸天打断了他的话，身形一闪，已经出现在黑熊道人面前，一拳将他打飞出去。黑熊道人惨叫一声，重重地摔在地上，口吐鲜血，显然受了重伤。他看着南霸天，眼中充满了恐惧，连滚带爬的想要逃跑。想跑？南霸天冷笑一声，身形再次闪动，一脚踩在黑熊道人的胸口，将他死死地钉在地上。南霸天，饶命啊！黑熊道人终于害怕了，苦苦哀求道：“我有眼不识泰山。不知道这小兄弟是你的恩人，求你放过我这一次吧。”南霸天不屑地冷哼一声：“放过你？刚才你对陈先生下死手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放过他？”他手上微微用力，只听咔嚓一声，黑熊道人的胸骨被踩碎，南霸天一脚将他踢飞出去，重重地撞在一块巨石上，气绝身亡。解决了黑熊道人，南霸天转身看向陈平，脸上又露出了温和的笑容。陈先生，让你受惊了。陈平感激地说道。南霸天，这次真是多亏了你，如果不是你及时出现，我和胡大师恐怕就……南霸天摆了摆手，你我恩人，而且我答应过你当你的仆人，何必说这些客套话？若不是你在登天梯救了我，我现在还困死在里面呢，这点小事不足挂齿。他看向胡麻子，疑惑地问道：“这位是？”陈平连忙介绍道：“
这是胡麻子胡大师，是我的朋友。胡麻子连忙拱手道：在下胡麻子，多谢道友出手相救。南霸天大笑道：胡大师客气了，既然是陈先生的朋友，那就是我南霸天的朋友。陈先生，你们为何来到五重天的呀？以你现在的实力，在五重天很难混下去的。南霸天疑惑地问道。陈平将自己在四重天的遭遇，以及胡氏一族灭亡的事情，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南霸天。南霸天越听越愤怒，当听到黑煞魔宫和赤练仙子的所作所为时，他猛地一拍大腿，岂有此理！这些杂碎竟然敢如此嚣张！陈先生，你放心，有我南霸天在，一定帮你讨回公道。胡麻子一听，顿时感激地说道：多谢道友了，我正打算去找黑煞魔宫和赤练仙子报仇，有你在，我们就不用怕了。有南霸天这个地仙境七品巅峰的修士在，那黑煞魔宫和赤练仙子算个屁啊！区黑煞魔宫和赤练门何足挂齿。南霸天不屑地说道：陈先生，你想什么时候去找他们算账，我陪你一起去。陈平眼中闪过一丝金光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去。南霸天大笑道：好，我喜欢痛快人，我们这就出发，去会四重天那黑煞魔宫和赤练门的杂碎。说完，南霸天手掌轻轻一挥，直接撕裂虚空，三个人进入到了四重天。以南霸天的实力，四重天、五重天、六重天都可以去，压根用不到什么通道，实力在这里摆着呢，根本拦不住他。三个人进到四重天之后，并没有过多停留，而是直奔九盘山黑煞魔宫而去。尤其是胡麻子，早就按耐不住了，这一次有了帮手，他要好好的把受的憋屈给发泄出去。他要看看谁还敢对他们动手，谁还敢把他们追得到处跑。散仙境七品巅峰，就算是整个九盘山势力加一起，那也是分分钟就给灭了。一想到那幽月看到南霸天那震惊的样子，胡麻子就想笑，他要把那幽月好好玩一顿，玩得他哭爹喊娘才能解心头之恨。此刻黑煞魔宫的大殿内，幽月魔女正焦急地等待着消息。她已经派出了多路人马搜寻陈平的下落，却始终没有结果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幽月魔女猛地一拍桌子，将桌上的茶杯震碎。这么多人，连2个人都找不到，我养你们还有什么用？幽月他们进到五重天后，发现以他们的实力，在五重天没办法生存，尤其是幽月差点被人干了，于是赶忙返回了四重天。他们料想陈平和胡麻子的实力，也不可能在五重天生存的，指定会利用空间裂缝重新返回四重天的。于是派人到处寻找陈平和胡麻子的踪迹，可是一直都没有消息。底下的修士吓得瑟瑟发抖，没有人敢说话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侍卫慌张地跑了进来。启禀魔女，那陈平和胡麻子带着一个人杀来了。什么？幽月魔女一愣，我正在找他们，没想到他们送上门了。他们已经到宫门外了。侍卫说道。幽月魔女冷冷一笑，传我命令，所有弟子立刻集结，随我出去迎战。很快，黑煞魔宫的弟子们在宫门外集结完毕。就在这时，3道身影从天而降，落在黑煞魔宫弟子面前，正是陈平和南霸天以及胡麻子。幽月魔女，别来无恙啊！陈平冷冷地看着幽月魔女，眼中闪烁着冰冷的杀意。幽月魔女冷笑地看着陈平，陈平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还敢主动找上门，是不是以为找了个大高个子当帮手就能对付我们黑煞魔宫了？胡麻子嗤笑一声，幽月魔女，少在这里废话，今天我们来就是为了讨回公道，识相的就乖乖束手就擒，让老夫弄你几晚上，把我伺候舒服了，我还能饶你一命。找死！幽月魔女怒喝一声，给我上！杀了他们，重重有赏。
黑煞魔宫的弟子们如同潮水般朝着陈平等人冲了过来。南霸天大笑一声，主动迎了上去，身上的气息瞬间爆发，那铺天盖地的威压，直接把黑煞魔宫的所有弟子瞬间压在地上，一个个全都动弹不得了。就连那幽月也是身体一矮，像是被一座山压着，连身体都站不直了。幽月震惊地看着南霸天，他都看不出这南霸天到底是什么境界和实力。南霸天，这个幽月交给我，你不用管了。陈平说完，拔出斩龙剑，朝着幽月魔女冲去。散仙境7品的实力全力爆发，金色剑气纵横捭阖，挡者披靡。胡麻子则是悠闲地看着，随时准备出手阻拦陈平。他不能让陈平把幽月杀了，他要亲自干死幽月才行。幽月魔女看着那些趴在地上的黑煞魔宫弟子，心中越来越焦急，她知道今天怕是要折在这里了。可面对陈平的进攻，幽月一咬牙迎了上去。陈平，今日就让我来领教一下你的高招。幽月魔女娇喝一声，手中的长鞭如同灵蛇般朝着陈平抽来。陈平冷哼一声，斩龙剑迎着长鞭斩去，金红色的光芒碰撞在一起，发出刺耳的响声。两人你来我往，打得难解难分。幽月魔女的实力确实很强，已经达到了地仙境4品，比之前的时候又有了精进。但陈平在净世青莲的帮助下，不仅突破到了散仙境7品，战斗经验也更加丰富。两人一时之间竟斗了个旗鼓相当。